之前的视频里总说等了好久，终于收到了。今天要开箱的是真的等了好久，来自 First Four Figures 阿尔方斯雕像，时隔2年半，终于收到了。这款雕像有2种颜色，一个是原作的灰色，一个是银色。每种颜色又分了普通版、特别版和终极版。普通版就是底座加阿尔方斯的本体。特别版多了一个漫画头和配套的帽穗。普通头多了发光功能。我买的是银色的终极版，终极版呢又在特别版的基础上多了替换手、剑、贤者之石，以及底座 Pride 最初的人造人傲慢。虽然官方没有说比例，看起来大概是1:5。我之前视频里看箱过的3A 1:6阿尔方斯，大家可以看下对比。不像有些雕像厂喜欢做复杂的场景，这一款雕像整体来说造型偏简单，气势上比大场景的雕像要弱一些。好处是主体突出，人物的刻画更需用心。盔甲的质感和上色都非常到位，和使用了 PVC 的塑料小人比起来，很明显纹路和色泽都精致了很多。灰色版还原原作，但是我觉得雕像的银色看起来更好。看官网的状态也是银色卖得更好啊。选择困难不知道买哪个，不怕，他家还推出了 combo 版，也就是银色加灰色的版本。一口气买2个是真爱中的真爱了。配件方面，漫画头挺有趣的，这个1:6的人偶也有，是2的经典表情。贤者之石嘛，就差点意思了，没有原作里那种宝石的感觉，透明感过高，比较塑料。我印象里贤者之石是石头形态，也有液体形态。这个拿在手上捏爆的样子，一时想不起来。有没有观众朋友认出来出？说起来啊，他们的老爸霍恩海姆还是行走的贤者之石呢，所以什么形态都不奇怪吧。灯光方面，普通头的眼睛和贤者之石都有亮灯，眼睛的发光这个1:6人偶也有，感觉也是2的标配了。这灯泡的功率有点厉害啊，看过的知道这是空壳盔甲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什么人形机甲呢。贤者之石在白天看着比较塑料，黑暗中有了灯效加持，明显更有感觉了。值得一提的是，配件里有可以安装在底座的电池，也有 USB 线，还挺方便的。底座的黑影特效是终极版特有的，上面的眼睛和嘴都非常还原，给雕像增加了不少气势，与换上持剑手的阿尔方斯也有互动，个人觉得还是很不错的。这里的标志是阿尔方斯的炼成阵，底座上这一圈是爱德华和2尝试的人体炼成阵最外圈的样子，灰白与带着虚假黄水晶的黑，不完美的白与红，鲜艳的孔雀羽毛，空中的彩虹，斑豹、律师如铅一般蓝色的乌鸦之喙，在你面前以完美的白色呈现。天
听着是不是有那味儿了？我查了查，这一段文字来自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一位炼金术士，15世纪的炼金术士 George Ripley 的一本书《炼金术化合物》。牛姨在设定上也是用心了啊！这些字和符号据说是有夜光的，实际上在完全的黑暗中很难看出来，相机低光拍摄下才拍出来比较明显的效果。这么看嘛，倒是有一丢丢炼成阵发动的样子。总结一下，这只雕像虽然造型设计略单薄，但人物的刻画可圈可点，快侠的感觉非常到位。终极版的黑影加分很多，弥补了一点长显弱的问题。大小方面虽然本体不算特别大吧，但这个底座的大圆很占地方。另外我想吐槽的就是居然没有说明书，这整体来说是一个很不错的雕像，只是珠玉在前啊。个人觉得在我和闺蜜收藏的雕像里算不上第一梯队。其实如果不是和别的雕像比，单看这么大一只阿尔方斯，气势还是有的，细节也不差。价格或柜子空间比较敏感的，或者注重把玩的，这只1:6可动人偶也许更适合你。以上顾虑都没有的，这款雕像应该不会让你失望。我是月生，喜欢玩具的朋友不妨关注一下，还有更多精彩